明朝洪武3年，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撤掉，满朝哗然。大臣们纷纷上书说孟子乃亚圣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播者之一，不可停了他的配享。朱元璋就是不听。朱元璋最后声称，有谏者以大不敬论，意思是谁要是再敢劝谏，我就治他大不敬之罪。然而有一个人的出现，逼迫朱元璋让步了。是谁做了什么，才能让一直以冷血残暴著称的太祖朱元璋退却呢？在大明朝，朱元璋还没怕过谁，但钱塘创造了这个记录。根据明史记载，钱塘是浙江宁波人。元朝朝廷曾听闻钱塘学识渊博，曾几度招揽他为官，都被拒绝了。后来天下大乱，盐贩子方国珍趁机起义，占领浙江沿海一带。方国珍为了拉拢人才，曾派弟弟方国英亲自上门请钱塘入伙。钱塘看方国珍为人残暴，不似帝王之才，因此没有接受方国珍的邀请。吴元年，朱元璋派汤和、廖永忠南下攻打方国珍，方国珍最终投降。宋濂等人向朱元璋举荐钱塘，说钱塘博学多行，有经世之才。朱元璋非常重视，命人将钱塘请到了南京。钱塘到了南京后，朱元璋请教他许多问题，他对答如流，老朱非常满意。此时朱元璋还不知道他招惹了一个什么人。第2年，朱元璋称帝，钱塘被任命为刑部尚书。这一年钱塘55岁。钱塘为人有2点值得称道，一是儒者仁心，他上任后修改了一些比较严苛的刑罚。要知道他的上司是以残暴闻名史册的朱元璋，能做到这个以殊为不易。二是他的傲气，或者说他是个原则感不强的人。有一次，钱塘给朱元璋讲遗书，其他人都是跪着讲，他却站着讲。有人说他太倨傲，钱塘说：“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，不跪不为惧。”钱塘的意思是，我给陛下讲古代最圣贤的帝王的治国道理，即使不跪下，也不算倨傲。洪武2年，朱元璋下诏对孔庙进行春秋祭祀，祭祀孔子算是皇帝的日常工作了。朱元璋原本打算只在孔子的老家曲阜祭祀孔子，全国其他地方的孔庙则不需要祭祀了。钱塘提出了反对意见，认为这不合自古以来的礼制。朱元璋最终听从了钱塘的建议。即使是这个毫无矛盾、略显平淡的故事，也可以看出2点：一，朱元璋对孔孟儒学是缺乏打心眼里的尊敬的，只是皇帝的职业身份在这，不得不做出些姿态罢了；二则是我们的钱塘同学是个非常虔诚的儒家信徒，为了维护礼制，不惜对抗任何人，哪怕是皇帝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，他直到成年后到黄觉寺出家才开始认字，因此他对孔孟的态度远没有天下读书人亲切，不仅不亲切，反而有不少私人恩怨在里面。吴元年，也就是朱元璋称帝的前1年，朱元璋在打败张士诚、方国珍之后，开始派徐达、常遇春北伐元朝。徐达的大军一路攻克河南，占领山东。在徐达到达曲阜的时候，已经是洪武元年的3月了。朱元璋下诏给徐达，让他请孔子的第55代孙孔克坚来南京朝见自己，可孔克坚却没有来。众所周知，从宋朝开始，孔子的嫡长子孙皆被封为衍圣公，以彰显朝廷尊孔之心。同时，历代衍圣公也基本上在朝廷为官，或者有挂职。元成宋制，孔子的第55代嫡孙孔克坚被元朝封为衍圣公，担任元朝国子监祭酒。因为当时北方各省还在元朝的控制之下，孔克坚是元朝亲封的衍圣公，在局势尚不明朗的前提下，他不想贸然来见朱元璋。但徐达的大军已经控制曲阜，他只能称病。最后在徐达的一再催促下，孔克坚派自己的儿子孔希学到南京拜见朱元璋。朱元璋见正主没来，认为是孔家看不起自己这个草莽出身的皇帝，十分生气。朱元璋大怒，对孔希学说：“朕可没说过生病就不用来了。”孔希学知道交代不过去，又写信给孔克坚。俗话说，真理仅存在于大炮的射程之内。当时徐达已经打到通州，成功用真理说服了摇摆不定的衍圣公家族。孔克坚来拜见朱元璋后，表面上虽然交代过去了，但朱元璋从此却对孔家没有好脸色。到了11月，
朱元璋干脆以孔克坚多病为由，直接越过孔克坚，封孔熙学为衍圣公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恩怨，洪武2年，朱元璋才下诏缩小祭祀孔子的范围，将祭祀大典仅限定在曲阜一隅之内，其他地方不必祭祀。好在有钱塘这个正臣，他跪在台阶上苦劝朱元璋，朱元璋最终也觉得天下需要孔子门生来治理，因此妥协，下旨让全国孔庙每年春秋2季祭祀孔子。和孔家的恩怨还没完，朱元璋随即又和孟子杠上了。这件事发生在洪武3年，朱元璋再读孟子，读到孟子离楼章句下时，把他震惊了。一些朋友也许对孟子不熟悉，这里稍微解释一下。孟子问齐宣王，如果有个齐国官员治理不好自己的属地，应该怎么处理？齐宣王不知道这是孟子的圈套，斩钉截铁地说，无能的官员就得下台。孟子下一步逼问道，那如果一个君王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呢？齐宣王尴尬了。孟子说，官员无能要下台，那君王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，自然也得下台。齐宣王非常震惊。孟子又说，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父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如果君王把臣子不当人，那臣子也把君王当仇人。也就是这句话让齐宣王发飙了，同时也让朱元璋破防了。朱元璋看完孟子和齐宣王的这个故事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认为孟子身为臣子，竟然让君王下台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因此朱元璋将孟子摔在地上，下旨将孟子的牌位从文庙中撤掉。在朱元璋心目中，孔子创建了儒家学说，教化万民，本应得到后世祭祀。但孟子擅自改变儒家思想，把百姓凌驾于君王之上，因此不能容忍这种邪说和异端。朱元璋甚至下旨让全国各地的府学、县学在考试的时候也不能引用孟子之言。朱元璋的这种做法让满朝大臣们惊掉了下巴，大家纷纷劝朱元璋收回成命。朱元璋拒绝一个又一个，最后朱元璋怒了，他下明旨说，如果再有谁敢提祭祀孟子的事情，就按大不敬罪论处，让侍卫直接放箭射死他。朱元璋是个狠角色，向来说到做到。他此语一出，包括李善长、宋濂、刘基等文臣再不敢劝谏。朱元璋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压下去了，没想到刑部尚书钱塘却是个硬骨头。钱塘回家命人给他打了一副棺材，然后写好奏折，命人抬着棺材到宫门口，打算死谏。当时大家都为钱塘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心，钱塘却颇为自豪地说，我能为孟子而死，虽死犹荣。朱元璋见来了个硬骨头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再次让侍卫向钱塘重申他的旨意，警告说如果钱塘再上前，便放箭了。明朝小史记载，警告对钱塘无用，他跟着朱元璋的轿子一路劝谏，并且把胸口敞开，坦然面对箭矢，大有以死明志之意。于是朱元璋命侍卫放了一箭，钱塘被射倒后仍爬向朱元璋。朱元璋在钱塘的鲜血之中看到了天下读书人的血勇之气，最终屈服。朱元璋被钱塘的诚意征服，让太医院的太医们为钱塘治疗箭伤。最终朱元璋下旨恢复孟子的配享。朱元璋自起兵后，南略定远，攻滁州，占南京，扫陈友谅，为张士诚，赶走元顺帝。天底下还没有能让朱元璋低头之人。钱塘凭借鲜血与勇气，成功征服朱元璋，也算是洪武朝的第一人了。钱塘之所以能征服朱元璋，关键在于他让朱元璋看到了天下孔孟门徒的决心。朱元璋知道，他治天下还是要靠天下读书人，若钱塘因此而死，那他将彻底失去天下士子之心，因此不得不妥协。钱塘伤愈后，被同僚们刮目相看，他也见好就收，还算平静地度过了接下来几十年的宦海生涯。不过到钱塘晚年的时候，又做了人生最后一次死，作死的对象还是我们熟悉的老朱。洪武26年，朱元璋在宫中悬挂武则天的画像，钱塘认为武则天窃唐，不足以效仿，劝谏朱元璋撤掉画像。朱元璋将他拉到午门准备处死，他仍不屈服，最终朱元璋刀下留人，并且赐他食物，撤掉了武则天的画像。要知道，洪武26年恰好是蓝玉案爆发的时间点。此前，朱元璋已经在胡惟庸案中杀了上万人，
又在蓝玉案中杀了2万人，可谓是人头滚滚。就是这么一个手持屠刀沾满鲜血的帝王，却又一次放过了触怒自己的臣子。不过就这么放过他，老朱未免太没面子了。于是钱塘被朱元璋贬到了寿州，这时钱塘已经80岁了。第2年，钱塘死于寿州，终年81岁。中国历史上不乏硬骨头，但洪武朝的硬骨头却尤为稀少，而钱塘便是那个幸运活下来的硬骨头。钱塘之所以能活着，除了他的骨气多少打动了朱元璋外，更主要的原因是钱塘维护的东西，恰好就是朱元璋维护的东西。孔孟之道本就是维护皇权的工具，因此2人没有根本分歧，这才是朱元璋屡屡高抬贵手的原因。否则，只要是对老朱家的皇位有哪怕一点潜在威胁，无论是多深厚的情分在里面，哪怕是蓝玉、李善长、胡惟庸这种对大明王朝立下大功的人物，朱元璋一样说杀就杀，半点不会心慈手软。不过尽管如此，钱塘的行为也算在危险的边缘试探了。也许在今天的人看来，钱塘的做法有少许迂腐，但是一个拥有坚定信仰与原则，并能始终践行的人是幸运的，因为他不会有迷茫与困惑，也无需焦虑于生活的意义，更不会因虚度了人生而悔恨。这样的生活状态早已超越了庸庸碌碌的大多数人。罗兰曾说过，居于一切力量之首的，成为所有一切的源泉的是信仰，而要生活下去就必须有信仰。不管信仰的是什么，能拥有它就足够幸运了。